这是一起怪诞离奇的完美谋杀案。一位傲慢自大的老妇在众目睽睽之下惨遭杀害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作案动机，但他们也同时拥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那么，凶手到底是谁呢？他又是怎么作案的呢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部作品是根据推理女王阿加莎·克里斯蒂在巅峰时期所写作品改编而成的经典剧集《大侦探波罗之死亡约会》。好了，影片开始。1937年，著名考古学家波顿勋爵在叙利亚的沙漠中发现了一座墓穴。据调查得知，这极有可能是施洗约翰的坟墓。施洗约翰是一位大先知，因此这一发现即将震惊考古界。于是他兴奋地邀请家人一起来这里见证奇迹。而大侦探波罗也在得知此消息后赶来了这里，想要亲眼见证头骨出土的那一刻。在酒店的餐厅里，波罗遇到了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脑科医生西奥多。医生到此的目的和波罗一样。晚餐时间，隔壁桌的激烈言语引起了波罗的注意。只见一位蛮横的老妇正在训斥自己的4个孩子。医生告诉波罗，其实勋爵让他们一家来这里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见证什么奇迹，而是为了让这个女人能与孩子们和平相处，才把他们全部都叫来的。她是波顿勋爵的第2任妻子，一位来自纽约华尔街的超级富婆。因为她没有生育能力，于是和前夫领养了3个孩子，分别是大女儿卡罗尔、二儿子雷蒙德、小女儿吉尼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女富婆总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平时脾气暴躁，控制欲极强，对3个孩子也是异常苛刻。面对这么强势的一个女人，孩子们丝毫不敢有任何反抗。除此之外，与富婆同行的还有她身边的老仆人和她的继子莱昂纳多。继子是勋爵与前妻所生，富婆对他们同样也是一副臭脸。这一大家子里没一个人敢和她正面对抗。深夜，波罗正打算入睡，却突然听到隔壁传来一男一女的激烈对话声。仔细一听，交谈的正是富婆的大女儿卡罗尔和二儿子雷蒙德。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他们的谈话内容竟然是如何谋杀一直虐待他们的养母。听完，波罗眉头一紧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第2天，一行人结伴同行前往挖掘现场，与他们一起的还有著名的旅行作家罗琳、年轻漂亮的女护士金和一名话不多的神秘修女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众人来到挖掘营地时，天色已晚，只能暂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。晚上，波罗出来透气，偶然间发现富婆的继子正偷偷的在跟一个人做着交易。只见继子从对方手里接过了一个红色袋子，里面似乎装了什么不可见人的东西。第2天一早，众人聚在一起闲聊，一旁的护士金和富婆的2儿子正在你侬我侬。富婆见状立即嘲讽道，有的人妄想飞上枝头当凤凰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只蜜蜂好像扎到了富婆的脖子，身后的女作家罗琳看到蜜蜂，赶忙帮她拍掉。众人一看，地上果然有只马蜂，护士想过来帮她查看一下，结果却被富婆无情拒绝。随后大家决定去附近的绿洲逛一逛，富婆则表示不想去，她声称要留在营地晒太阳。于是富婆独自一人跑到观景平台晒着日光浴，勋爵和继子在挖掘现场埋头苦干，其他一群人则跑到大老远的地方去看风景。刚到达绿洲，医生不知怎么回事突然摔倒在地，两兄妹主动将他送回了营地，并留下3女儿在这里照顾他。与此同时，正在挖掘现场干活的继子遵从老父亲的指示，来到观景台下面询问富婆是否想喝点水啥的，大声喊了几句后，继子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他可知道富婆的臭脾气，便也就没有上前去打扰她。几个小时过后，波罗众人已经回到营地，但富婆还在观景台的躺椅上。勋爵大声询问富婆晒够了没有，想不想喝点水，但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勋爵上前查看，伴随着一声尖叫，只见勋爵双手沾满了鲜血，嘴里还大声呼喊着救命。众人被尖叫声吸引过来，他声称自己的妻子在上面被人杀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富婆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这样被人给谋杀了。这是一起离奇谋杀案，一位富婆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杀害，凶手到底是谁呢？听闻富婆已死，作家连忙带着护士上平台查看，赫然发现富婆胸口有大量鲜血涌出，目测是被利器所伤。于是大家立即报警，赶来的是波罗的老熟人卡伯利上校。医生检查尸体后判断凶器应该是凿子之类的，凶手一刀刺下去，然后用力的搅动，造成大面积的损伤，死亡时间不超过1小时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离奇的线索，死者胸口的血液里竟然混合着有蜡油成分，这又是什么情况呢？如果凿子是凶器的话，挖掘现场到处都有凿子。于是波罗决定从死亡时间这个线索入手。富婆的死亡时间在1小时之内，那么留在营地的医生和吉尼就有着很大的嫌疑。医生说他回到营地后吃了药睡得很沉，而且吉尼一直陪着他，直到被勋爵的求救声吵醒。波罗找到吉尼求证，吉尼表示医生没有说谎，他后来也感到有些累，就靠着医生睡着了。这样说他俩应该可以排除。然而其他人都跟波罗在一起游玩，集体都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
那留在现场的人都有嫌疑，包括参与挖掘工作的勋爵和他儿子。波罗回到案发现场查看，发现死者躺过的椅子下面也有蜡油。他打开放枣子的工具箱，竟看到了继子偷偷交易的那个红色袋子，但里面除了一颗人类的牙齿之外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第二天，波罗和上校又发现了一具山羊的尸体，但是在这种资源稀缺的地方，杀了牲畜后却不把肉带走，实在是件很奇怪的事。这肯定跟案子有着什么关系。波罗找到勋爵的儿子莱昂纳多，他表示波罗和众人刚走没多久时，父亲曾让他给在晒太阳的继母送点水喝，但是一向目中无人的继母根本没有理他，他也就不想多费口舌，然后便离开了。从莱昂纳多的证词来看，富婆至少在太阳下被暴晒了3-4个小时，这是常人无法忍受的，而他遇害时并没有反抗的痕迹。波罗大胆猜测，死者在晒太阳之前应该是被人注射了麻醉剂之类的东西，导致他遇害时根本不能动弹。紧接着，上校的手下在老仆人的帐篷里发现了一枚微型注射器，难道仆人就是凶手吗？还没等波罗缓过来，营地又发生了一起事故，伴随着一声惨叫，只见三女儿吉尼从黑暗中走来，浑身都是血，手里还握着一块石头。大家赶紧把她扶进帐篷，接着波罗在她身后的帐篷里发现了被打得满头是血的修女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据吉尼描述，有个人一直跟着她穿过沙漠，然后用麻袋套住了她的头。慌乱中，她捡起一块石头，狠狠地朝对方砸去，但是黑暗中却误伤了前来救自己的修女。此时上校意识到，那个人肯定是自己一直在追踪的人贩子，看见吉尼长得漂亮，于是打算将其绑走贩卖。作家把惊魂未定的吉尼揽入怀中，并温柔地安慰她。为了让受伤的修女得到更好的医治，第二天众人就离开营地回到了酒店。但波罗并没有停下查案的脚步，尖酸刻薄的富婆让周围的人都对他有着不少仇恨，而在这一行人中，大多数都有着强烈的杀人动机。他先是询问了富婆的大女儿和二儿子，他们告诉波罗，富婆因为无法生育，所以心里有些扭曲，把气都发泄在她收养的孩子们身上。富婆之前还领养过很多孩子，都被她虐待的受不了送走了，最后只有他们姐弟三人坚持了下来。仆人也是帮凶，经常打骂他们。他们承认确实有过杀死富婆的想法，但也只是在心里想想而已。接着波罗去找仆人，打算问一下注射器的事情。富婆的死导致他已经有点精神失常，嘴里反复念着父亲父亲。波罗见状也知道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，便让医生给他服用了一些镇定剂，等他休息好了再说。随后波罗找到了勋爵父子，富婆死后有大笔遗产，而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，所以他们也有着强烈的杀人动机。波顿勋爵虽然知道富婆的脾气不好，很容易树敌，但他很爱自己的夫人，富婆对他也是真爱，所以勋爵的嫌疑排除。然后波罗找到了作家，作家表示他确实在舞会上见过富婆几次，听别人讲过他虐待孩子的事情，但是作家一直在外面旅游写书，根本没什么机会接触到富婆，更没有什么理由去杀害她。而旁边的金护士就有杀人动机了，毕竟富婆死前阻止过他和二儿子交往，但护士表示他只沉迷于谈恋爱，没有心思去杀人。询问无果的波罗回到了房间，突然他发现天花板上有水渗出，而楼上住着的是老仆人。波罗顿时感到情况不妙，然而等他赶到房间时，发现女仆已经溺死在了浴缸里。与此同时，挖掘现场传来了一个好消息，他们终于找到了施洗约翰的头骨。波顿勋爵难掩激动，表示要立刻赶去现场，他好像根本不在乎仆人的死。勋爵走后，上校拿出了一张纸，上面是一些相关人员的档案资料。波罗看完后更加确定了心中的想法，他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所有真相。然而视频前的你们猜到真凶是谁了吗？波罗召集所有人来到挖掘现场参观头骨，并且说要公布富婆被杀的真相。首先，波罗提到勋爵儿子鬼鬼祟祟交易的那个红袋子，他一直想不明白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，直到波罗看见施洗约翰的头骨，心里才有了明确的答案。波罗说，红袋子里面装的就是眼前这颗头骨，也就是说挖出来的头骨是假的。勋爵听完一脸不可置信地说，这不可能。于是波罗拿出一颗牙齿交给勋爵，这是从红袋子里找到的。当勋爵把牙齿安到头骨的牙槽上时，发现竟然刚好吻合。儿子看到事情露馅，只好坦白，父亲终日沉迷考古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却还是一无所获。儿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于是才买来别的头骨，事先买好让父亲挖到，希望他实现愿望后能够早日回归家庭。儿子承认欺骗了父亲，但是跟富婆的死毫无关系。接下来是收养的姐弟三人，他们从小被虐待，杀人动机毋庸置疑。波罗也曾听到过他们想要谋杀富婆的密谈。说到这儿，波罗又公布了另一件事情的真相，三女儿其实并没有误伤修女。经过调查，修女就是上校一直在追踪的人贩子。不过波罗认为他跟富婆的死没有直接关系。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？波罗说，找到杀死富婆的关键不在于凶手是谁，而在于凶手的作案时间。
波罗突然问作家有孩子吗？作家当即否认。随后，波罗让作家再好好想一想，作家还是声称没有孩子。原来，波罗已经托上校查到了移民记录，作家曾是富婆前任丈夫家的女仆。在一次偶然中，作家认识了医生西奥多，并未婚先孕生下一个女儿，因自己无力抚养，只好送给无法生育的富婆收养。本以为女儿会过上好日子，结果多年后却得知孩子受尽了虐待，于是就联合医生想出了这么一个计划。而他们的女儿也正是在场的吉妮，所以那天吉妮受到惊吓时，天性使然让她露出了母爱的目光。可令人疑惑的是，医生一直有吉妮陪着，作家也跟波罗在外面游玩，俩人都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那他们是怎么在大庭广众之下杀死富婆的呢？其实，案发当天富婆根本就没有被蜜蜂蛰到，而是被作家注射了麻醉剂，再由医生丢出事先准备好的死蜜蜂。随后，作家把注射器交给了医生，医生将针头洗干净，扔进了老仆人的帐篷进行嫁祸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医生还给自己注射了药物，激发了疟疾的症状，故意导致游玩时晕倒。而好心留下来照顾他的吉妮，却被他用药迷晕，为自己的不在场证明留下铁证。在富婆还没死之前，医生杀死了一头羊，把羊血装进空心的蜡丸，然后悄悄塞进富婆的衣服里。他本可以马上杀了富婆的，但他想让富婆被慢慢折磨。蜡球是他用来混淆时间的。波罗从富婆的衣服还有地板上和他椅子下的瓷罐上发现了蜡，于是推断出医生是有同谋的。医生回去后耐心的等待，随着蜡球融化，羊血开始慢慢流了出来，让人乍一看以为富婆是被捅死的。然后勋爵的求救声引来了所有人，直到那时富婆才迎来死神。就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先一步走上平台的作家杀死了富婆，释放了他心中的怒火。正如医生精心设计的那样，整个行动只花了几秒钟，甚至连一旁的护士都被骗了，以为富婆是早些时候死的。说着，波罗让作家把手袋里的东西倒出来。之前医生一直怂恿波罗去找凿子，现在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凶器。医生听完波罗的推理后发出了疑问：凭什么你说的这些就是真相呢？波罗笑了笑说：你给老仆人服用迷药使他产生幻觉，然后告诉他自己就是吉妮的父亲。这就是波罗听到仆人念着父亲的原因。在心里的愧疚和药物的作用下，最终他产生幻觉自尽了。医生知道他们把一切都搞砸了，于是在和作家深情吻别之时，偷偷给他注射了洋地黄，随后给自己腿上也来了一针。俩人双双倒地，令人唏嘘。然而最可怜的就剩下吉妮了，刚与亲生父母相认，就又沦为了孤儿。当众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时，修女已经趁乱逃跑了。但恶有恶报，半路上车子发生了故障，修女被困在了沙漠里，没人帮助，想从这一望无际的沙漠里走出去恐怕是有些难了。经过这些事后，勋爵不再沉迷于考古，二儿子也和护士走到了一起。吉妮整理好心情，决定和姐姐去埃及旅游。好了，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这部精彩的死亡约会和阿婆的另外2部作品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凶手都是夫妻2人，都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作案手法也都极其巧妙。可惜还是逃不过大侦探波罗的法眼。你能猜到另外2部作品叫什么吗？最后，故事的开始，你猜到真凶和结局了吗？